在贵州正安的深山里，惊现神秘水潭，潭水深不见底，泛着诡异的古蓝色，每小时出水量高达上百吨，从不间断流出清凉可口的山泉水。更离奇的是，在我探测的时候，水位突然暴涨，这源源不断的水流究竟从何而来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现在我们需要途经2公里的这种泥巴路，路面也是凹凸不平，非常的颠簸。想要到达这处秘境的话，也是很不容易。还好最近没有下雨，开车过来的话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现在呢，我就到达这个位置了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地，而且地势非常的平坦。大家好，现在我就来到这个位置了。这个地方的小地名叫龙塘沟，它位于贵州正安县四平乡。这个位置导航可以直接导过来的。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这个位置地势非常平坦，视野也很开阔，真的这个地方像一处秘境、世外桃源一般。前方还有2栋房子，但这个房子的话已经是没人居住了，他们已经搬走了。我们看看前方这个牌子上写了些啥。就是一些安全警示语。边上有一棵树，树上挂了一些红布条，不知道有什么作用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就能听到很大的流水声。水潭就在前方这个位置，我们走过来看看。它这个水流量还是挺大的，我们走到最边上就能看到。因为它形成一条溪流了，这个位置能看出来，这个水流它是非常大的。因为现在也不是涨水期嘛，水流它还是如此的大。因为这条溪流的源头，它就是这个水潭里面冒出来的，出水口就在这里。我们来环顾四周，没有其他的水源，只有从这个水潭里面冒出来的。然后形成了一条小溪，从这个地方顺流而下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条溪流的源头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边上修了一个取水池，就是外面的一些村庄修建的，他们从这个地方抽水过去。我们走近看一看。这个水质非常的干净啊，清澈透亮。这就是大山里面的山泉水。一会儿我们来测测这个水质怎么样。这个取水池的话，上方铺了一个安全网，是那个钢筋做的，防止有人掉下去。我们去那个水潭那个地方看一看。我看到这个地方还有一股水流。它是从这个侧面流出来的，这个水的话比较小，主水流的话全是从这个水潭里面冒出来的。它这个水流是非常巨大的，而且从未干枯过，不管天气有多干旱，它从来不会中断。只不过干旱期的时候水流量可能会小一点，但是它不可能说完全中断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。我们看看这个水潭。这个水潭看起来是蓝色的，蓝色的话就说明它水潭比较深啊。最里面的话就是最深的地方，我们看不到底的。这边上这些水的话还是清澈透亮，虽然有一点点反光，我们还是能看到这边上这些石头，有一些黄色的石头。我看到底下还有一些小虾在游荡。我们来测一测它这个水质怎么样。现在我就用这个水质检测笔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水质怎么样。我们先开机，然后把这个笔给它放到水里面，数值已经读取出来了，我们锁定，然后拿起来看看 ，ppm 值是191，说明这个水它不能直接饮用，需要烧开过后才能喝。但是这种水质检测笔只能作为一个参考。现在呢，我就用这个运动相机给它下水看看底部是什么样子。我们先开机。好，现在我们下水。这根杆子的话，长度是3米，我们只能看到水下3米的样子。我们现在给它放到水里面去。
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用运动相机潜入水下的景象。运动相机进入水下的时候，能听到很刺耳的声音，可能是水下有气压的原因。我们看到两边还有一些金色的石头，里面有一些漂浮的生物。今天的太阳也是比较大，有一点反光，下面的水也是这种蓝色的，边上还有一些小虾在游荡，但是没有看到鱼啊，我一条鱼都没看到。我的运动相机这个杆子的话，它只有3米，我们只能看到3米的水下画面，我们能清晰看到下面它非常的狭窄。以前有人用那个水下无人机探测过，但是也不能到达它的底部。这个水潭的话也是深不见底，真的太神秘了。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刚才我把这个运动相机放到水里面，我看到这个水流突然之间往上涨了，你们看到，它这个水流一直往上涨，感觉这个水流更大了。难道是我捅到什么东西了吗？你们看我的那个手机，这个水流太大了吧？突然之间为何水流变这么大？吓我一跳！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！你看，这个地方的水流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，我的手机放在那里。我都过不去了，现在，你看我的收音麦都泡在水里面，我去，我现在快点过去给它拿出来，要不然已经坏掉了。我的手机已经泡到水里面了。你看这手机，还好这个是防水的，不会手机坏了吧？我去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站在这个岸上就能看到，刚才这个水流量啊，比我开始来的时候大了几倍不止。刚才我的手机跟那个云台全部掉到水里面泡起来了，还有这个收音麦。我们现在来看看我这个手机，刚才我录了一个视频，它都会有那种水声。这个手机已经是进水了，可能要晾干才能使用。不知道这个收音麦坏了没有？我也很好奇，它这个水流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大？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！刚才这些全部掉到水里面泡起来了。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放到这个位置的，这个位置没有水的，现在这个水已经淹没了。但是现在水流的话比刚才小一点了，刚才的话更大，现在开始慢慢的减小了。这个水流它为何会突然之间就变大了？太不可思议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刚才水位暴涨的画面。这时候我还在用运动相机拍水下画面，但是水位已经开始上涨了，因为麦克风的主机已经泡在水里面了。因为我这个视频它是没有声音的，我是看到水位快要淹没到我的鞋子的时候才发现的。就在这短短1分多钟的时间，水位上涨了20多公分。我们看到边上这个石头就能看出来，现在的出水量是最开始的最少5倍以上。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，今天我真的非常激动，能看到这样的奇观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这根竹竿来试一下，这根竹竿的高度的话应该有7、8米吧。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竹竿能不能到底啊。现在竹竿呢已经下去一大半了，还能很轻松的往下放。现在的话已经快没了，竹竿已经到顶了，但是这个水潭究竟有多深，真的是无法探测，因为它下面真的特别窄，水下无人机的话也是下不去。刚才我遇到一位大叔，他来这里面扫墓的，因为现在是清明节嘛。他说这种现象的话，他也遇到过。这个水的话，有时候它会突然之间变得特别大，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有时候这个水潭，这个水它直接从这个地方消下去。就这水潭里面看不到一点水，但是隔一会儿这个水潭它又会重新冒起来，那个水的话会喷得很高，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下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造？在我返程的时候遇到一位本地的老人，他已经80多岁了。他说从他记事以来，这个水潭就从未干枯过，不管多干旱的天气，这个水它也会流个不停。而且我还问他，就是那个水位为什么会突然暴涨，老人说这个叫换水。他说有时候这个潭水会突然消失，
然后隔几分钟之后又会喷涌而出，像在换气一样。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